但你完全可以感受到父母有多盼望孩子。欢迎来到陈老师古典吉他，我是陈老师。就在今年母亲节的时候，陈老师介绍并弹奏了《落雨声》这首歌。有观众听了之后跟陈老师说，原来台语歌用古典吉他弹也可以这么好听，表示听了音乐之后相当感动。陈老师听了这句话之后也相当感动，原来自己辛苦做的影片还真的是有人看的。所以这次我们就来聊聊这首由台语金曲歌王萧煌奇演唱，同时让许多异乡游子甚至是这首歌的 MV 导演本人听了之后都感动落泪的《送予你的歌》。《送予你的歌》发行于2021年的4月，收录于萧煌奇的第7张台语专辑《舞台》中，以精彩动人的歌词写出了父母对离乡子女的牵挂与思念。在这首歌发行的前年，萧煌奇的母亲生了一场大病，在医院中昏迷了长达1个月的时间，所幸后来康复出院，却也让萧煌奇感受到可能会失去至亲的惊惶以及人生的无常。此后不仅更加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，也写下了这首《送予你的歌》。在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除了被萧煌奇深情的嗓音以及流畅的旋律感动之外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歌词了。接下来我们会进入歌词的赏析，如果想要直接听吉他演奏的朋友，可以先跳到这个时间哦。我们对于一般大多数歌词的印象，大概就是浅白、好念、容易唱。但是这首歌的作词者别出心裁，他用了很多非常道地的台语智慧，例如像是大蒙、丁达、大仓最喜、尼基卡。我相信这些智慧对于会说台语的长辈来说应该是不陌生，但是对于平常比较不是那么常讲台语的人，特别是年轻的一代，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听不懂。但如果因为这样就失去认识这首歌的机会的话，那绝对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。当你去细细感受歌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作词者的文字运用功力非常高明，他的字句架构是非常凝练的，再加上他用了很多像是感官摹写啦、象征啊、譬喻这样子的手法，已经把歌词提升到接近诗的美感。那这也使得歌词会有更广的解读方向，会让人想一听再听。因为好像每次听都会有新的发现，也许你第一次看这个歌词的时候，觉得好像似懂非懂，仿佛隔着一层纱一样。但是等你突然读懂的那个当下，你会发现他写出了每个人心中对于亲情的执着与悲欢。在这首歌的第28小节，音乐从 C 和弦转入了 A 麦和弦。A 麦是一个小和弦，所以这边会产生一个有点悲伤暗淡的情绪转折。透过这样子的情绪转变，带出了一句我觉得可能是整首歌最精彩、最感人的歌词，叫做“上亲的人上无用做伴”。这句的意思很直白，就是最亲近的人反而是最没有时间在一起的。那有时候想想，好像真的是这样子。作词者只用了一句很单纯的状态表述句，他甚至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情绪性的字眼，却很好的勾勒出亲人之间聚少离多的无奈与哀伤。这样的句子不是突然冒出来的，在它的前一句有一个很好的暗示，叫做“中秋袂圆游生港”。中秋是农历8月15，霜降大概在农历的9月底，所以这句的意思就是说，过了不太圆满的中秋节，又来到了霜降这个时候。这个袂圆表面上好像是在讲月亮不圆，但实际上它象征了亲人之间的无法团圆。连续2句歌词读下来，你仿佛可以看到一个画面，就是说，好像父母或是亲人在家中一边翻着月历，一边盼望着游子的归来。但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从中秋来到了霜降，却还是只能无奈的说出这句“上亲的人上无用做伴”。如果你去看这首歌的 MV， 你会发现影片中的母亲在儿子不在家的时候，把儿子的衣服拿出来洗了又洗，晒了又晒。在歌词中也出现了“遐规梳你的衫，三两天洗过，拍过个拍”这样子的句子。
其实这样子的歌词写法是相当不简单的，它不是直接写说父母有多思念孩子，相反的，它是从侧面很单纯的去描写母亲洗衣服的这个画面跟动作。整个句子完全没有提到像是思念、盼望这样子的字眼，但你完全可以感受到父母有多盼望孩子回家，希望孩子一回家就能够穿到干净舒适的刚晒好的衣服。我想这不只是一首孩子要写给父母的歌，也是一首父母要给孩子包含了很多叮咛的歌。所以歌词里提到梦里袂虚花，花心袂颠达，就是说希望孩子不要受到外面花花世界的影响，变得爱慕虚荣，或是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发心与初衷。也希望孩子要脚踏实地，所以说要打苍最实在拼。这些叮咛好像都化为了歌词，希望孩子能够牢牢记在心中，不断的去反思跟咀嚼。所以有了这一句“歌词唱出来内底教”。有些在外工作的人可能会觉得，我要赚多少的钱，或是获得多高的社会地位，但可能有一天突然回头，会发现父母亲真正的愿望原来很单纯，可能就只是希望子女能够健康平安，没有灾厄，并且知足踏实的走完人生。就好像歌词中说的“家天唔忙，无灾无厄，平安无惊吓”。最后，我想提一下这个歌词在写作手法上真正让我非常惊讶的部分，就是在副歌的段落，它竟然可以在兼顾词义的情况下，连续用了一大串的顶针修辞法。所谓的顶针，就是说上句的最后一个字跟下一句的第一个字是相同的。在歌词这里，就算不是相同的字，它也用了相近的发音。例如第一句“虾吼你的瓜”，这个“瓜”跟下一句的“挂梁”的“挂”，它的发音是相似的。如果你一句一句念下去，你会发现接下来几乎所有的句子全部都用了这样子的手法。这样的做法除了让歌词前后的连贯性更强之外，也可以把所有歌词的情绪张力不断的承接累积。等到了这一句“几nha几nha”，你正觉得奇怪，顶针修辞法怎么突然消失了？这时才突然惊觉，原来歌词已经到了最后一句。前面所有累积的情感，包括母亲晒枕头的画面，包括母亲所有的叮咛跟盼望，都随着顶针的消失，一次性的释放出来，完成了整段歌词最感人的结尾。在听吉他演奏之前，如果你没有听过萧煌奇的原唱版本，推荐一定要去听听看哦。那这么美的曲子，如果用古典吉他特有的甜美音色来演奏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为各位带来吉他的演奏。
听完吉他的演奏后，不知道跟人声歌唱的版本比起来，大家会比较喜欢哪个版本呢？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。如果你需要吉他乐谱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下你看完这部影片或是听完这首歌之后的感想，并留下你的 email， 就可以收到由陈老师编曲的乐谱咯。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 email 被别人看见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一样可以在留言区留下感想之后寄信到陈老师的 email， 并在信中附上你的 YouTube ID 以及乐谱的曲名，这样陈老师才可以核对大家是不是真的有留言哦。感谢您这次的收看，我是陈老师，我们下次见。但你完全可以感受到父母有多盼望孩子回家，希望孩子一回家就有干净舒适的衣服可以吃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听完吉他的演奏之后，不知道跟人声歌唱的版本比起来，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呢？以我自己身为古典吉他老师以及古典吉他频道主的身份，再加上又花了好几个小时改编这一首歌，所以我个人当然是比较喜欢萧煌奇唱的版本。但你完全可以感受到父母有多盼望孩子。老师，这里有卫生纸。谢谢。我这个月统一发票都没有中奖。